我看不到这里有任何掌声的必要。坐下。今天我坐在这里，不是为了给你们灌输那种甜腻腻的心灵鸡汤，告诉你们夕阳无限好。我也没兴趣向你们推销任何一种能够让你们在下周二之前变成亿万富翁的所谓秘籍。如果你是抱着这种心态进来的，门在那里，慢走不送。我活了99年，这在这个充满了生物学上的奇迹和概率学上的异常的世界里，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在这近1个世纪的时间里，我见过最愚蠢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明明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手里拿着足够余生的钱的人，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虑。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即使是现在，你们当中也有人手里紧紧攥着手机，生怕错过下一个比特币或者人工智能的泡沫。你们账户里躺着数百万，却眉头紧锁，夜不能寐。你们不仅是贪婪，更是缺乏理智。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盯着市场，生怕物价飞涨，生怕金融风暴来袭，即便积蓄丰厚，也总觉得钱永远不够花。这种人，哪怕给他们整个美联储，他们也会死于焦虑。而另一群人，退休时存款平平，却活得自在从容。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不在于数学，在于心理学，在于你是否理解了反向思考的力量。如果你们想明白如何获得幸福的退休生活，首先要弄清楚如何才能确保自己过上一个悲惨、焦虑、充满恐惧的晚年。很简单，哪怕你已经65岁了，还保持着贪得无厌的欲望，还试图证明自己比市场聪明，还要去碰那些你根本看不懂的复杂金融衍生品。只要你坚持这么做，我向你保证，你的晚年一定会是一场灾难。如果你想变得聪明，首先要学会避免愚蠢。你不需要做很多聪明的事，你只需要不犯几个大错，然后长期坚持下去，这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第一章，匮乏感的心理学机制，为什么你总是觉得不够？我们要动用一点心理学的多学科思维模型来解剖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身家上亿，却在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汇率、看财经新闻？他告诉我，这叫关心资产癖化，这叫多巴胺成瘾，这叫嫉妒倾向，这叫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在人类进化的长河中，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这种样子，它总是专注于当下的匮乏，而不是长期的富足。当你在退休后，时间突然变得充裕，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晰的这一生想要什么的认知，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制造混乱。你们中的许多人，哪怕退休了，还在忙着查账户，以为那就是人生的全部价值。这是一种可悲的匮乏，有钱却没了内心的平静。你们在玩一个永远赢不了的游戏。为什么？因为更多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概念。真正聪明的退休者总是反过来想，他们不会问我还能赚多少，而是问我到底需要多少。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代数问题，也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幸福等于拥有，非欲望。大多数蠢人试图通过增加分子拥有来提高幸福感，而智者则通过减少分母欲望来解决问题。那个70年代的退休教员，退休金不多，却过得比富豪舒心，因为他通过反向思考消除了不必要的变量。他不关心时事，不炒股，不追热点，
只是把积蓄投进几家他能理解的企业。他利用了复利的力量，不仅是金钱的复利，更是内心宁静的复利。反观那个身家上亿却焦虑不安的企业家，他陷入了社会认同倾向的陷阱。他试图通过不停的操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这不仅是愚蠢，简直是自虐。退休后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通胀或市场崩溃，而是你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无论你跑得多快，你都只是在原地打转。请记住，真正毁掉你晚年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你那颗永远无法满足的试图战胜市场的傲慢的心。第二章，行动的幻觉与坐得住的艺术。我在华尔街见过太多聪明人，他们 IQ 很高，学历很光鲜，最后却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他们管不住自己的手。人类有一种奇怪的缺陷，布莱兹·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几百年前就说过了，人类所有的不幸都源于他们无法独自在房间里安静地坐着。在投资领域，这种缺陷被放大了无数倍。你们总是觉得，如果不做点什么，比如买进、卖出、调整仓位、研究 K 线图，就是在浪费时间。你们把忙碌等同于效率，这是极其荒谬的。我50年代刚入行时也犯过这种错，整天研究财报、算数据、打听内幕，忙得像个陀螺。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只是焦虑的伪装。我曾经卖过一家很棒的公司，只因觉得短期涨幅太高，结果10年后那家公司价值翻了10倍，而我卖出的价格现在看来像个笑话。那次教训让我刻骨铭心。聪明人最强的对手不是市场，而是自己那双闲不住的手。我们要引入物理学中的惯性定律。在投资中，只有当物体好公司保持匀速直线运动长期持有时，主力交易成本和税务成本才是最小的。每一次你试图改变运动状态买卖，你都在对抗摩擦力，你都在损耗能量。所谓的波段操作，高抛低吸，在数学上或许行得通，但在人性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你需要连续做对2次决策，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而在长达几十年的退休生涯中，只要你做错1次关键决策，复利的大厦就会崩塌。沃伦·巴菲特曾问我，查理，你知道为什么多数人投资失败吗？答案简单到让人发笑，因为他们太想赚钱了，以至于他们无法忍受枯燥。退休后的你们突然有了大把时间，于是你们去研究投资，看财经新闻，参加理财讲座。你们以为这是勤奋，其实这是在找死，这就是在为焦虑找借口。我的那套做法，买入伟大的公司，然后就像屁股上涂了强力胶水一样坐在那里不动，听起来很蠢，对吧？但这正是为什么我和沃伦能赚到钱，而你们不能的原因。手越想动，钱包越空。如果不确定该做什么，最聪明的策略就是什么都不做。这一点在生物学上也是成立的。在捕猎时，最高效的掠食者往往是那些能静止不动的。第3章，能力圈原则承认无知是智慧的开端。现在我们要谈谈那个著名的概念——能力圈。在退休理财中，最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看懂那个使用了最新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金融协议，而是你能不能诚实地对自己说，我不懂，
我这一生最大的智慧，不是学会了什么，而是学会了不做什么。我不碰我不懂的领域，不追看不清的机会，不在心绪不宁时做决策。这3个不，比任何复杂的算法都更有价值。现在的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垃圾，有人向你推销加密货币，有人向你推销人工智能概念股。如果你连这一行是怎么赚钱的都搞不清楚，你就是在赌博。而在赌场里，最终赢家永远是庄家。退休后，你需要的不是刺激，而是稳定。稳定不是慢，是可持续的确定性。我把我的投资清单简化到极致。我的财富主要来自哪里？可口可乐、保险、喜事糖果。听起来很老派，没错，但老派的东西最经得起考验，因为它们经过了时间的筛选。这符合林迪效应 （Lindy Effect）。对于非自然消亡的事物，它存在的时间越长，它在未来能存在的时间就越长。如果你去买那些听起来很酷、很性感、很复杂的资产，比如某些结构化票据，某些号称年化20%的私募产品，你就是在自寻死路。按这5个标准去筛，一眼能看透，能安心入睡，10年后还记得为什么买不是区块链。或任何热门概念平淡到让人打哈欠，这会筛掉市场上90%的机会。是的，你会错过1999年的互联网泡沫，你会错过2017年的比特币疯涨，但那又怎样？你还活着，你的本金还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避险比抓机会更重要。如果你为了抓一只兔子而掉下悬崖，那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分散投资。如果你对每只股票都一知半解，那你不是在分散风险，是在分散愚蠢。真正的分散是在你精通的领域里挑几家最顶尖的公司，然后长期持有。既然我们已经承认了大多数人在处理金钱时不仅无知，而且是情绪的奴隶，那么接下来我要谈谈人性中一个更深层的缺陷，对复杂的病态崇拜。人性有几个致命弱点，让简单变得极其困难。首先，大脑痛恨枯燥，就像你们这帮人看视频，如果没有每3秒钟一个特效或者一声尖叫，你们就会滑走。大脑进化出了一种机制，它渴望刺激、变化和新鲜事物。告诉一个退休老头，你只需要买入这3家好公司，然后去钓鱼，10年别看账户。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酷刑。持有一只股票10年不动，听起来像折磨，但枯燥恰恰是复利的朋友。其次，也是更糟糕的一点，就是误导性生动倾向和对智力的虚荣。如果你在晚宴上告诉别人我持有几只蓝筹股，领领分红，人家会觉得你是个无聊的老头，甚至有点简单头脑。但如果你端着酒杯，嘴里蹦出量化模型、对冲策略、动态再平衡、结构化票据这些词，周围的人就会对你肃然起敬。这种虚荣心是极其昂贵的。我也许比在座的各位都要聪明那么一点点，但我从不试图用复杂的策略来证明我的聪明。我看过太多才华横溢的数学博士、物理学家，在华尔街搞出了一些只有上帝才能解开的复杂模型。结果呢，只要市场稍微出现一点黑天鹅，他们的模型就会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复杂让人觉得自己聪明，但市场不在乎你看起来多专业，只在乎你能活多久。我见过太多聪明人因为策略太复杂而自我毁灭。
他们不是败给市场，是败给自己对复杂的迷恋。复杂的金融产品，比如那些把几百个烂房贷打包在一起的衍生品，或者现在那些莫名其妙的加密货币理财，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创造他们的人收你更高的手续费。如果有一件事是复杂的，这通常意味着那个推销它的人不想让你看懂。正如我常说的，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 EBITDA 就是狗屎利润。同理，复杂的投资策略通常就是狗屎策略。第5章，一份救命的负面清单如何避免死得很难看。我们要再次运用雅各比 Jacobi 的智慧，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想让你的退休生活万劫不复，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借钱炒股，你应该听信理财顾问的鬼话，你应该去买那些你看不懂的东西。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悲惨的结局，我给你们列了一份清单。这份负面清单比任何必买清单都重要10000倍，因为在退休阶段，避开错误比抓住机会更关键。你不需要做对很多事儿，你只需要不把本金亏光。第1条，远离任何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看懂的产品。如果有人向你推销结构化债券、挂钩指数的理财产品，或者什么 AI 驱动的量化基金，让他滚蛋。我活了99年，没见过任何复杂的东西能帮普通人赚钱，复杂只是让收费的人更容易赚钱而已。这些产品设计的就像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灯光闪烁，概念诱人，但数学期望永远是负的。第2条，远离任何承诺高回报、低风险的东西，这违反了物理学定律，也违反了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金融世界里，只有2种东西符合这个描述，要么是骗局，要么是庞氏骗局。第3条，远离杠杆 leverage。聪明人破产的唯一途径，我要把这一点刻在你们的脑门上。无论机会多诱人，永远不要借钱投资。我见过太多聪明人死在杠杆上，有些人的智商甚至比我还高，但他们一旦加上了杠杆，智商就归0了。杠杆在顺风时让你觉得自己是天才，在逆风时让你看清自己是傻瓜。对于退休者来说，这更是自杀行为。你没时间还债，也没新收入弥补亏空。一旦市场转向，相信我，市场总会转向，你就彻底翻不了身。我宁愿错过10个好机会，也不愿借1次钱，因为机会会再来，但破产无法重来。如果你只有1次生命，为什么要拿它去赌博？当道琼斯指数下跌50%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借钱，你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可以去睡觉。但如果你借了钱，你就丧失了行动自由。哪怕你知道市场会涨回来，你也等不到那天，因为券商会强制平仓。这就是杠杆的诅咒，它剥夺了你等待的权利，而等待是投资者最强大的武器。第6章，代理人问题，为什么你的理财顾问想害你？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经济学中一个最肮脏的角落，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 incentive 减 cost bias。这也是我要你们远离的第4样东西，远离任何你不信任的人推荐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理财顾问、投资专家、财经名嘴，他们的核心利益和你的核心利益从来不一致。这是一个典型的代理人问题。想一想，理财顾问靠什么赚钱？靠佣金，靠手续费，靠频繁的交易。而你靠什么赚钱？靠低成本持有好资产，靠长期不动。看到了吗？
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赚的是你的手续费，亏损的却是你的本金。如果一个理财顾问建议你把钱买了指数基金，然后10年别来找我，他就要喝西北风了。所以他必须建议你，现在的市场环境很复杂，我们需要调整配置，我们需要买入这个新基金，卖出那个旧股票，这些东西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保持忙碌，让你产生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实际上你只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券商贡献手续费。有一个古老的笑话，一个客户问经纪人，这里是你的游艇，那里是你的豪宅，可是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呢？除非那个人的利益和我的利益完全捆绑，否则他们所说的一切于我而言都是过眼云烟。我这辈子从不轻信他人的投资建议，你要学会独立思考，如果做不到，就去买最低成本的指数基金，然后把那些试图推销东西给你的人赶出家门。第7章，社会认同倾向旅属是如何跳崖的。人性中还有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叫做社会认同倾向 （social proof tendency），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众心理。这是让你亏钱的第5个原因。远离任何追逐潮流的机会。当社会上所有人都在热议某件事物时，通常意味着最佳时机已经过去。看看最近几年发生了什么，比特币、NFT、元宇宙，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热潮。郁金香狂热、南海泡沫、互联网泡沫，不管是穿什么马甲，本质都是一样的。一群贪婪的傻瓜觉得另一群更傻的傻瓜会以更高的价格接盘。热潮的共性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真正的可持续财富从来不会诞生于喧嚣的热潮中，而是隐藏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在退休后，这种害怕错过 FOMO 的心理是最致命的。你看到邻居老王买了比特币赚了钱，你看到新闻里说 AI 改变世界，你听到朋友炫耀收益，你就开始怀疑自己。这种嫉妒和自我怀疑会驱使你做出最不理性的决策。我这一生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我不怕错过。我错过了亚马逊，我错过了谷歌，我甚至在早期错过了微软，但我现在的日子过得还不赖，不是吗？我错过了机会多如繁星，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机会会再来，但本金和生命只有一次。如果你看到别人在做蠢事并赚了大钱，这确实很让人恼火，但你必须学会忍受，不要去模仿他们，因为那是通往灾难的快车道。你们中的很多人退休后不是闲着，而是害怕闲着，因为无事可做会让人焦虑。于是你们开始瞎忙，开始交易，开始证明自己还行。这不仅是财务上的愚蠢，更是哲学上的贫瘠。第5点，也是最深层的心理需求，渴望证明自己。很多退休者继续投资，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想证明自己比市场聪明，比朋友优秀，比年轻人有洞察力。但是市场不是你的心理治疗师，市场是一台冷酷无情的机器，它不在乎你的自尊心，它只会惩罚你的傲慢。如果你想找自尊，去当志愿者，去教孙子下棋，别来股市找。股市会把你的自尊心嚼碎了吐出来。如果你们能听到现在还没睡着，或者没有因为被我骂了而愤然离席，那说明你们至少还有点救。在前面的内容里，我们谈了不要做什么，不要借钱，不要碰复杂的东西，
不要频繁交易，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你的钱包。但现在我要谈谈如何保护你的灵魂。退休后最难的挑战不是理财技巧，而是心态调整。很多人退休后还沉迷投资，根本原因不是缺钱，而是放不下。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禀赋效应和地位焦虑的混合体。你们放不下曾经在职场上的成就感，放不下掌控一切的感觉，更放不下那个渴望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欲望。我认识一位退休企业家，70多岁了，每天还在钻研股市，画 K 线图，分析量价关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闲着也是闲着。我告诉他，你不是闲着，你是害怕闲着。他沉默了。很多人不敢面对那个无所事事的自己，他们奋斗了一辈子，像一只在轮子里不停奔跑的仓鼠。突然有一天，轮子停了，他们就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于是他们用投资填补空虚，用赚钱维系存在感。这是一种可悲的老年状态。这就像是一个已经被释放的囚徒，却拒绝走出牢房，因为他已经爱上了那里的墙壁。真正的退休不是换种形式继续工作，而是学会放下，放下对更多的追逐，放下对成功的执念，放下对证明的需求。当你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时，你才获得了灵魂的真正自由。我这一生最大的圆满，不是积累了多少伯克希尔的股票，而是终于可以完全不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如果有人觉得我是个老糊涂，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第9章，10句穿越周期的智慧，给退休者的终极建议。现在我要送给你们10句话。这不仅是投资的原则，更是我活了99年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如果你能把这10句话刻在你的脑子里，哪怕你只做到了一半，你的退休生活也会比90%的人更安宁、更富足。我们要用格栅理论把这些话串起来。第一句，慢是快的最高境界，不要急躁。在物理学中，速度和加速度是两码事。在投资中，试图加速往往会导致脱轨。复利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但它需要一个前提：时间。爱因斯坦虽然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说过称复利为世界第8大奇迹，它的本质是指数增长。你不需要每年赚50%，你只需要每年赚10%，然后活得长一点。时间是你最坚实的盟友，但如果你急于求成，时间就会变成你最残酷的敌人。第二句，克制是最罕见的天赋。在现代社会，放纵是常态，克制是变态，到处都是广告，诱惑你消费，诱惑你交易。那些能忍住诱惑保持不动的人，最后都赢了。这涉及到一个心理学概念，延迟满足。如果你像个3岁小孩一样，看到棉花糖就想吃，看到股价涨就想追，那你注定是贫穷的。真正的强者是那些能够控制自己生物本能的人。第3句，金钱买不来理智，理智却能守护金钱。聪明不是你的优势，冷静才是。我见过智商180的人在股市里输得底裤都不剩，因为他们情绪不稳定。在市场恐慌时，你的智商会下降50点。如果你本来就不怎么聪明，那你就只剩下爬行动物的本能了。所以不要试图变得更聪明，要试图变得更理智。
建立一个能够过滤情绪的系统，比学习任何高深的数学都重要。第4句，真正的自由是拥有说不的权利涡轮。和我之所以能活得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们早在几十年前就攒够了去你的资金 fuck 减 you money。当你不再被外界诱惑掌控，当你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当你能对那些愚蠢的交易、愚蠢的合伙人说不的时候，你就获得了自由。退休后，你的每一分积蓄都是你对世界说不的底气。别为了多赚一点利息，就把这份底气交出去。第5句，聪明人总想赢，智者只想活下去。在生物进化论中，生存是第一法则。恐龙曾经是地球的霸主，但它们灭绝了。蟑螂虽然不起眼，但它们活到了现在。在投资里，活得久比赢得快更重要。只要你不归零，只要你不破产，你就还在游戏里。而只要你在游戏里，复利就会为你工作。不要去追求那些让你看起来像英雄的高风险赌注，英雄通常都死得很早。枯燥才是财富最忠诚的朋友。越令人兴奋的事物，往往越危险。如果你在投资时感到心跳加速、血脉喷张，那你就是在赌博。真正的投资应该像看油漆变干、看草生长一样枯燥。如果你想要刺激去蹦极，别来股市。第6句，枯燥才是财富最忠诚的朋友。重申这一点太重要了，值得再说一遍。第7句，简单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复杂是一种精致的伪装。我们要应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如果一个投资逻辑需要你写满3页纸来论证，那它多半是错的。好的投资通常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我买这家公司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品牌护城河，而且价格合理，就这么简单。真正登峰造极的人都活得异常简单复杂，往往是平庸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制造的烟雾弹。第8句，时间会奖赏耐心。惩罚急躁市场是一个将财富从急躁者手中转移到耐心者手中的机制。这不仅是经济学，这是道德哲学。每一天都有无数人在屏幕前频繁操作，试图抓住每一个微小的波动。他们是在给券商打工，而你，如果你能坐在那里读书、散散步，看着他们忙碌，那你就是在享受时间套利。市场永远不会同情焦虑不安的人，它只会收割他们。第9句，财富的终点不是奢华，而是宁静。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买更多的房子，买更贵的车，那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维护成本，更多的嫉妒。真正的富有是你能夜夜安然入睡。如果你持有的资产让你半夜惊醒，那就卖掉它，哪怕是亏损也要卖掉。没有任何利润值得你牺牲睡眠和健康，心安才是最大的红利。第10句，你并不需要更多，你真正需要的是够了。这是最难理解，也是最深刻的一句。当你领悟到够了的含义，你就拥有了真正的富足。这10句话，请你反复品味，它们不是投机取巧的术，而是历久弥新的道。结尾，打破金钱的牢笼。最后，我想跟你们聊聊人生的终局。我见过太多富可敌国的人，他们活得像囚徒，他们被账面数字绑架，被无尽的欲望操控，被挥之不去的焦虑折磨。他们曾以为金钱能换取自由，
最终却发现金钱只是一个更华丽的牢笼。他们虽然拥有私人飞机，但他们的心灵却被困在那个狭小的驾驶舱里，永远在担心坠机。真正的自由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资产，而取决于你是否能够不在乎资产。这听起来很矛盾，对吧？但这正是反向思考的精髓。当你拥有了够了的钱，对于退休者来说，这通常比你想象的要少，你就应该停止对金钱的追逐，转而去追逐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知识、亲情、友谊、内心的宁静。真正的富足是看着别人买豪车、住豪宅，炫耀收益，而你的内心依然波澜不惊，那一刻你才真正富有。因为富足不在银行账户，而在内心深处。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活得足够平静。平静不是消极放弃，而是彻底看透。看透了人性的贪婪，看透了市场的疯狂。这不是因为你有了更多钱，而是因为你有了更少恐惧。一个没有恐惧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自由。我活了99年才明白这个道理，希望你不必等那么久。现在从你的椅子上站起来，关掉电脑，关掉手机上的行情软件，去散步，去读书，去陪陪你的家人，练习放下，放下多余的欲望，放下惯性的焦虑，放下沉重的证明，然后安静地活着。这就是退休后最聪明的理财方式。它的目的不是让钱变多，而是让心变静。当你的心真正平静下来，你的钱自然就够了，而够了便意味着拥有一切。我是查理·芒格，我有话就说到这儿。